再来，我们看第三种，最后一种叫 DI， 怎么感觉那颜色怪怪的？你猜对了，这位同学有严重的时间不足问题。你看有没有看到这边0.5呀、1.1啦、0.6啦，这个很严重的时间问题的，有1/4的题目无法正常的写，所以这个等一下我们都不会列入分析哦。好处是他真的有把它全部拆完，所以他没有受到更严重的惩罚扣分。但是坏处就是坏的新闻就是我们真的是需要好好的练 DI 的速度了。这些题目刚刚讲这5题，从第15题开始，就算他今天都是拆完，好，后面的这6题里面猜错了5题，从这边掉到这边也还好。但是我们来算算看，如果这5道题是没有写，会发生什么事情？6道题如果没有写的话，一道会扣多少？一道会扣1.5，所以6乘上1.5等于9分。那么它的分数就会从现在的74扣到65的这个地方，你看它就会落后多少？10、20、30，35个百分位。那你想这边有到35百分位这么多吗？怎么看都没有嘛。这再度证明了，虽然事后来看速度有很大的提升空间，可是他考试当下做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，就是无脑把它猜完了。当然我们希望下一次这件事不要再发生，会希望最好的状况当然是不用去猜所有题目可以正常的写完。但是你看哦，如果按照我们刚刚讲的做题策略，也就是 DST 一题2到2.5分钟，最多2.5分钟；TPA 一题3，最多3.5；GT 3，最多3.5；MSR 6到7分钟。如果按照这个策略来看的话，我跟你讲，这个考试就不用做了。你看我光标出来的黄色的部分，全部都是他应该要当下放弃的题目。这时候我们就会叫什么？叫做策略都无法帮到你。为什么？因为策略是建立在你的能力只差一点点的情况下，比如说你只有10%的题目会超时，你只有15%的题目可能会微微多一点时间。那我们用策略可以帮你去做新的 arrange。但是如果今天一半以上的题目都大超时，你也不用玩什么策略了。所以这位同学他光靠考试刚刚讲的时间策略帮助不大，好，他必须要双管齐下。一方面，我要去交叉比对他做阅读检测的那个阅读速度，来看看他的是不是阅读速度过慢。因为我已经很确定他数学不用过慢，因为 DI 就是三个因素会去影响你的做题时间啊：数学计算能力、阅读理解能力跟 DI 这种题型的适应能力。DI 就是把 verbal 跟数学绑在一起，然后呢题型给你出的怪模怪样而已，就这么简单。我已经可以确定，刚刚看到数学写的很快的，数学是没有问题的，输出是快的。但是 verbal 这边我们刚刚看得出来，可能有一点阅读速度的问题，我需要去比对它的阅读检测的那个速度来知道。但是呢，也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做题可能不适应 ，DI 的资讯量太大太杂了，它可能一个分页跳另外一个分页，或者是一下图一下文整个乱掉了。那我们当然多管齐下，阅读的那个问题，我会在阅读训练那个区块里面解决。但是呢，做题适应性的问题，我会帮他安排先去学习除了 DST 之外的所有课程，就是 GT、TPA 跟 MSR，先把课程都看完再说。你要学会我们中间的上课讲的正确、有效率、快速的资讯吸收的顺序跟方式，甚至还有笔记方法。好，考试中我们有独门做笔记方法，你才能够去进步。至于各种类型的题目的建议呢，当然了，其实里面有一些题目我需要知道它的数学考点的障碍，或者是有一些题目难度比较低，我需要知道这个题组为什么有理解障碍。但是呢，如果根据纯数据来看的话，我最后给他的建议是这样，把它打在下面的地方。DS 是指4到6题，难度是高难度的题目，但是我要帮他去确定是什么考点，因为你看他极高难度的题目都有做对，只是有一道稍微难度低一点的做错，那这道就要确定一下是不是跟某些数学考点它的弱点相关。那针对那个考点去做 DST， 那其他题目都不用去做。然后呢，GTMS 跟 TPA 我都有故意帮他调降难度，原本其实应该是只抽高难度的题目，但是我帮他调到中难度，因为他现在就是做的速度慢，你让他一直去做高难度，他速度就不会提升。那因为他要先学一个新的解题流程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就会让他先去看课程，看完课程之后呢，让他去用比较低一点的中难度的题目，学习用新的解题流程，时间缩下来，逐步现实之后再把难度调高。那当然，其中有一些地方要去理清他的理解障碍。那这位同学还有一个特色，就是他是在职考生，所以他平日的时间虽然我们刚刚说 DI 办40%，但还是比较少。那我们如果要去练的话，时间不够，但是又有这4种题目要练的话，我就会建议他先从他比较弱的 GT 跟 TPA 优先，然后呢 MSR 跟 DS 试为什么？因为第一个它 DS 比较强，第二个 MSR 它这个题数比较大，
所以呢，如果平日练的话，你可能练完一篇就时间就没了，就结束了。那至于前面那个同学，在更之前那个同学，为什么没有帮他去设定这个东西？是因为我考虑到他是全职考生，在前面的同学是全职，他时间很多。但这位同学是在职，所以我在看他资料的时候，我都会去考虑到他的每日课准备时间，帮他做安排。你现在看到这位同学，他在准备大概40天左右，他就拿到了我们刚刚讲到的655分的成绩。好，比起现在的分数提升了20个百分位。相信你看完这2个同学之后，你应该也知道，就是备考 GMAT 的成功其实是要靠多方努力的，就是我跟你一起努力是最好的。那我们的努力也不是说好去烧香拜佛，说我去帮你去文昌宫求个签，我们是有科学化的努力。为什么？第一个有刚刚讲的这些模拟数据去做量化的分析，第二个有我的经验去做安排，而且我会帮你考虑到每个细节。然后第三个就是你考试中的回忆或者平常做题数据做辅助，来帮你去缩减你要做的练习范围。你这样准备考试才会比较有方向，才会比较有那个规划。